爆炸的是底舱，船要沉了。我们还活着，劫后余生，开心！哎，冷面，你看你笑的多好看，你以后得多笑笑，别老冷着一张脸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啊，也别怕人家笑话你，谁会笑话你啊？兄弟才不会笑话你呢，大家都能看到你的好，尤其是我。兄弟，兄弟，活着真好，是挺好的。哎，这周小传这小子救咱俩救哪儿去了？周警官，周警官，我们刚刚在岸边发现了施警官和池警官，他们两个都平安无事。快点，让他们靠岸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！马上上岸，马上上岸！你看，是不是儿子？儿子，是儿子。儿子，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儿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妈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！哎呀，没事，我这不挺好吗？什么事都没有。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啊！爸妈，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好，好，回来就好。冷面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再也不要跟我说让我离开你的话。这辈子只要有你冷面的地方，就有我夏子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子琪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会再离开你半步，我这辈子再不会离开你。
就知道你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我就知道。我之前承诺过你，只要你追了少佐，我就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。傻瓜。大小姐，咱们还没脱离危险呢。走。我终于成为了你想要的人，可你依然不属于我。我爱的人，你的上升是他生的勇气，也是我死的决心。坚持住。投降吧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投降？我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两个字。你猜从这儿掉下去，砰的一声，鲜血会不会慢慢侵蚀这个肮脏的世界？哇！像鲜花一样绽放。不要！小棉，走吧。阿姨，您先过去，我再看几眼。我要和爸爸说话。嫂子，那咱们先去送客吧。雪儿，在没有抓到杀死我父亲的凶手之前，我永不节哀。韩晨，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回去。胆子挺大的啊！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偷东西，这关你什么事？你快放手啊！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出现在我视线里的7分钟里面，你用了3分30秒来观察流动的人群，3分41秒的时候，你选中了这位女孩子。
我看你的样子还有举止，应该还是个学生吧，或者才刚刚辍学。这位女士，她一个人背着双肩包，确实比那些强壮的男生或者有同伴的人要更加容易下手。你又花了1分19秒跟着这位女孩子走到这里，遇到了红灯，所以才开始下手。而且她穿着高跟鞋，就即使发现你是小偷，她也追不上你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现在正打算把兜里的刀子掏出来对付我。走，跟我去警局。喂，韩晨！老实点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小年纪学人家偷东西。这位小姐，想要逞强，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保护好自己。就算能保护好自己，也不是你拿来炫耀的资本。走，什么意思啊？跟我去警局。没事，就是个善意的提醒。真是无聊。不好意思，问一下，那个会议2室怎么走啊？左转右转下楼梯，直走200米，旁边楼3层。能不能说慢一点？你现在警队实习的要求这么低了吗？一个连自保能力都没有的人，怎么当警察？像你这种人都可以当警察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哎，总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你能往相反的方向跑，真是个人才。谢谢夸奖，我一向都是人才。人在，还迷路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再说一次啊？拜托，这次能不能说的慢一点？跟我走。走啊，我带你去。真的假的？不管了。小棉，小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不会又迷路了吧？我又迷路了，晕死我了！哎，怎么样？还来得及吗？哎，你认识韩晨啊？谁？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别装了，就刚才那人啊，你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送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他可是咱们刑警队最出挑的了，家里条件好不说，长得还这么帅，而且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和女孩在一起呢。我真不认识这种人，要是你不说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。没有女孩子搭理他，哼，这很正常啊。他嘴巴那么毒，谁会愿意理他？也是，不仅女孩受不了，男的也是。我们赶紧走吧，马上开会了。你不是要去我们宿舍吗？对，要来不及了。来，这边。
我听小陈说你都快迟到了，还跑到宿舍去洗头。可是我没迟到啊，喏，还有1分钟呢。你说你干嘛非得大中午洗头啊？着急忙慌的。以后啊，你都晚上洗呗。我本来是想早上洗的，可是我又害怕会迷路，到处找不到地方怎么办呀？所以我就提前过来了。这是我第1次实习嘛，我把自己弄得好看一点，做到100分。等你以后正式入职了，你这头发就得绑起来。这样吗？好好。局长，局长，好，大家坐。今天我们开个案情分析会。开始。这是近期发生在我市的一起入室杀人案。老许，要不你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跟我们讲讲，分享一下。我的关门弟子苏眠不是在你们这儿实习了吗？要不我们先让他说，听听他有什么意见。好，那小苏，你就先说吧。是，用犯罪心理对这次犯罪进行侧写的话，我认为这个案犯应该是一个年轻的男性。每一个罪犯都会有自己独立的气质，而这个气质就是个人心理活动稳定的动力特征。从现场遗留的痕迹和证据来看，我认为他是从窗台进入，从大门离开，整个行凶过程他毫不慌张，甚至可以说是从容不迫。现场并没有留下他带血的脚印。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反侦查有一定的了解，并且做了相应的准备。杀人犯案也绝不是他一时冲动，凶手跟受害人一家之前应该是认识的，而且对家里的环境也非常熟悉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熟人犯案。可是与此同时，他在现场的血泊里留下了自己的脚印，那说明他认定自己不是受害人的亲朋好友，或者是跟受害人有什么借贷关系或者情感纠纷的，在我们要调查的范围内。我认为凶手他就可能是住在附近，跟受害人曾有过接触的，又没有直接利益的人，可以把搜索的范围缩小到就是小区的维修人员、快递员，或者可以直接是邻居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小苏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。那大家怎么看？韩晨，你也说说啊。我已经有结论了。从现场窗台留下的脚印来看，案犯的身高是1.7米至1.75米之间，体重是60到70公斤之间。由步宽来判断，他应该是一个年轻人。而现场的脚印只有进没有出，说明案犯是从窗户潜入，由大门离开。他连续杀了5个人，脚底沾满了血迹，现场的血泊中也留下了脚印，但是大门口没有任何的脚印，楼道里也没有。所以说他离开的时候肯定是脱了鞋走的。而在这样一个天气里，他不穿鞋走在小区，肯定会引起保安的注意。但是没有任何的目击者来报告，所以说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案犯就住在这个小区，或者更进一步讲，受害者对门的邻居。刚才我们询问过的青年男子，他的身高和体重都符合刚才的描述。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从窗户爬过来不是更合理吗？分析得好，韩晨。张队，你马上带人去抓捕疑犯。是。剩下的同志呢，准备调查取证。好了，散会。小棉啊，老师，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好，只是有时候传统刑侦比较具象化罢了。加油！是不是觉得犯罪心理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靠谱啊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可是报告还是得我写，你说的那些我记不住，到时候你自己写吧。爱写不写。
韩琛，这下你可把小明给惹着急了吧？谁让你对美女嘴还那么毒啊？赶紧赔礼道歉去，回头人毕业了，因为你不来队里了，全队人都得削死你。快去把人追回来！我为什么要去追他？我又没说错。行了，走了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咱们还得去现场呢。跟队长说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这小子，总是我行我素的。走吧。算了，人家都毕业1年了，还办了很多大案，你呢，只是一个实习生而已，菜鸟预制，肯定技不如人嘛。不过就即使这样，也不能证明犯罪心理会输给传统刑侦啊。证明什么呀？刚才我说错话让你生气了，对不起。你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那你说说呗，打算怎么赔礼道歉？那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不过要等一等。好，那我在停车场等你。坐好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我才不怕呢，这点速度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。啊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开这么久？吃饭啊。吃饭需要跑那么远吗？坐我的车去吃饭就得这么远。哎，快看，那不是韩晨的车吗？哎，韩晨，韩晨，夏慧宇，这姑娘谁呀？下车，还是视频佬。他们是你朋友啊？我发小。那干嘛这么说你呀？我第一次带女孩骑车。第一次，看来你这个人女人缘不太好哦。对啊，我这个人人缘一直都不大好。了不起。到了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走吧。干嘛？吃饭。回来啦！快快快！我刚刚学了几道新菜，你来尝尝看好不好吃啊？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？我上次帮你打扫家务的时候自己配了一把。我想说，我有空的时候来帮你打扫打扫。以后别这么做了。我需要私人空间，这是我的底线。
你别站着呀，饿了吧？来，这个汤我炖了好久呢，你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？你来尝尝，来尝尝看好不好喝？哎，欣家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。你干嘛说这个呀？你饿了吧？来，先吃东西吧。我和朋友吃过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我会换把锁的。桌上的菜，你要是饿了的话，就自己热着吃吧。你来的正好。这个，就是我们先前估算它的存在，却又无法侧写的那个人做的。又是毒杀。徐教授、小苏，你们看他们的状态，面色红润，看起来很健康。这次又是氰化钾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呢？他们的眼睛。没错，这个凶手将所有被害人的眼睛都用502胶水粘黏起来了，好让他们看起来更加栩栩如生。这种细致与扭曲，代表他更进化了。和上次一样，熨烫工具和梳妆台都被人使用过了。凶手要比以前更重视形式和画面感。他跟之前一样，给受害人化了妆，穿上烫过的衣服，把头发整理得一丝不乱。这次还用了鱼线和胶水，以确保视觉效果。这样做能体现出他的品味和偏好。老师，我觉得这个案犯的年龄应该在25到30岁之间。他拥有稳定的职业和社交群。看他犯案的手法，这个人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很讲究体面、很严肃，却也很压抑的人。没错，你说的没错。而且，我还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凶手跟之前几起枪击案、毒杀案的凶手是认识的。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同谋。小棉，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每一个连环杀手，他们的表现欲都很强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可是这一位，他对细节的处理的苛刻程度呈一个递增状态，就好像是有什么人跟他交流过，让他更加完善。直到这一次。老师，您看，这个画面像是什么？就像是一次家庭聚会，他把自己很得意的作品拿出来跟什么很亲密的朋友分享、炫耀。小棉啊，我刚才还在犹豫，要不要正式的接受公安部的邀请，这样对犯罪心理的研究，对你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与考验。接下来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走进这一系列的案子里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以后我们很可能会面对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场。
或者是遇到危险。你愿意吗？老师，我愿意。许教授，小苏，好消息，我们刚才已经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了。我们现在可以肯定，此次的死者和之前被枪杀、安装炸弹的死者，均和3年前一起金融诈骗案有关。他们当时就是那件案子当中的作案者，那么极有可能是当时的受害人家属协同报复性的作案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。老师，老师。啊，小明啊，是不是到老陈那儿去拿资料了？啊，走。这是警局给我们的嫌疑人的名单，要我们侧写之后，把符合画像的人都找出来。小明啊，我问你啊，刚才在路上你看过了没有啊？我在陈警官那里大概看了一下。哦，如果加上前面我给你的那些资料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啊，没关系，就当做我们在一起研究课题吧。你就大胆的推测，挖掘出可能性，我们再小心的求证。老师，我看过所有的资料之后，我觉得我可能找到了一个在之前调查里的疏漏。哦，是什么呀？复仇这件事情讲究的是对目标的从一而终，根本不需要对杀人技巧进行钻研和提升。可是这些案件里，我们都能通过侧写分析出独立的人格，而且有一些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加，还能看到他们犯案手法变得更加娴熟。这说明作案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喜欢，甚至是很入迷的。这些在爆炸和毒杀案里都有体现，跟枪击案的凶手一样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惩罚一些有罪的人，可我觉得这未必是他们的终极目标。老师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不是为了复仇，这是一个高智商的以杀人为终极目标的犯罪团伙。爸，哎，师妹也在。师兄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有件好事儿。爸，我得先给你道个歉。前2天把你那块表打坏了，刚好这块表也不走了，我拿去表店把里面翻修了一下。你看，现在漂亮多了吧？我这也算是将功赎罪。师兄其实好有心的，前几天我看到这块表的时候还是坏的呢，看现在就跟新的一样。哎，小明，你跟我爸又在搞什么震惊学界的大论文？不是什么大论文，老师和我在帮公安部调查几个案子。哎，其实说起来，师兄才是老师的关门大弟子呢，不如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，集思广益。可以啊。啊，这个表我收了，谢谢你帮我拿去修。我们还在说事儿，你呢，该忙你的去忙你的，别在这给我添乱。走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。哎，小师妹，下次来提前说，我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师兄。老师，其实师兄他现在在帮省警队做很多凶案的调查，这个案子这么复杂，为什么不让他一起参与啊？小棉啊，有些事情你不懂，为人父母，算了，你这个师兄啊，虽然也是师承于我，但是他在很多地方的观点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。没错，在学术界可以拥有不同的声音，
但是说到这个继承啊，恐怕还只有你。老师，您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会骄傲的哦。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们继续吧。好。